如果说在我国周边有哪个国家能让人觉得好奇的，那么一定是朝鲜这个国家了。说到朝鲜，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，毕竟电影里的长津湖战役就是发生在这里。然而我们对它却又十分的陌生，似乎从抗美援朝之后，这个国家就消失在所有人的视野里了。那么如今的朝鲜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呢？朝鲜位于朝鲜半岛北部，隔鸭绿江和图门江与我国为邻，东北与俄罗斯接壤，南部以38分界线与韩国相邻，左右两侧分别是黄海和日本海，国土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2500万。朝鲜在古代时一直都是依附中原各朝代的藩属国，直到清朝晚期才在日本的怂恿下脱离了清朝。可失去保护的朝鲜很快就受到日本的侵略，整个半岛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。紧接着二战爆发，日本为了更好地对付中国，索性直接将朝鲜吞并。好在二战时日本战败，朝鲜得以光复，可惜却在美俄的干预下，朝鲜半岛被迫被分割成南北两部分，以北纬38度线为分界线，分界线以南为韩国，以北则是朝鲜。从地图上就能看到，朝鲜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，左右两侧海域都有着非常丰富的渔业资源，再加上漫长的海岸线和中俄两个贸易大国，可以说朝鲜无论是发展渔业还是对外贸易都十分有优势。可惜由于特殊的缘故，自朝鲜建国以来就开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，不仅不与外界交往，还限制对外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，一门心思的发展农业。很显然，这种自我封闭的做法严重阻碍了朝鲜的发展，让朝鲜成为了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。不过虽然经济不发达，但朝鲜的军事实力却不容小觑。由于朝鲜实行的是普遍义务兵役制，现役部队高达120万人，预备役人数大约在820万人左右。按照朝鲜总人口2500万人来计算，相当于每20人中就有一个是军人，是世界武装人员比例最高的国家。虽然武器装备算不上世界一流，但各种类兵种都非常齐全，配备的装备也都是通过改进的新式装备。可以说，除了少数几个大国不能比外，朝鲜的军事力量基本上已经可以吊打世界绝大部分国家。当然，代表朝鲜最强战力的自然是他们的核武。作为世界上第9个拥核国家，朝鲜也算是真正掌控了自己的命运，实现了逆风翻盘。虽然朝鲜的经济并不发达，但生活在朝鲜的人民却感觉到十分的幸福，因为他们享受的福利政策，就连发达国家也都会羡慕不已。首先是医疗方面，无论是感冒发烧还是重大疾病，所有的医疗费用均由国家承担。其次是住房问题，朝鲜所有人的住房全部是由国家来分配，除了少数公职人员可以享受更好的住房环境外，其余人也都能分到一间不错的住房。最后是教育方面，朝鲜实行的是12年义务制教育，学生在校的所有费用均由国家来承担，包括学杂费、校服以及住宿伙食等。也正是因为如此完善的社会福利，让人们没有了后顾之忧，自然也就非常幸福了。总体来说，长期封闭的朝鲜发展确实非常落后，但近些年受我国的影响，朝鲜也意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。于是，朝鲜先后设立了多个经济开发区和旅游开发区，也算是迈出了打开国门的第一步。随着朝鲜的逐步开放，相信朝鲜的未来会越来越好。